是什么让西方睡不着觉了？性能暴涨还用上了超材料。当马赫环出现在咱们上空的时候，整个西方都陷入了沉思。万万没想到，歼35直接飞出了真理的速度，马赫环直接出现了。开过歼35的都知道，这个马赫环可不简单，它指的是飞机发动机尾部喷射出的火焰形状变成一环一环的样子。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状态，是因为气体在出口处加速膨胀，这要求飞行速度需要达到音速的9%，也就是接近950公里每小时。IT， 别急，前段时间歼35上舰的视频都看到了吧？相信各位歼35的机主都注意到了，歼35机腹的这颗小锥状体，它叫龙柏透镜。它的作用是全向高增益宽频的放大雷达波，训练的时候挂着这玩意儿，一方面是为了让咱家的雷达更方便观测飞机的动态，提高飞行安全；另一方面是为了隐藏真实的 RCS 数值和信息，避免被有心之人监测。它的尾翼还自动预置了上偏角，帮助飞机在离舰瞬间迅速抬头，避免下坠。这个角度是飞控系统根据飞机质量中心风速、弹射能量等参数自动控制的。舵面并非是机械的锁死，而是处于自动稳定状态。飞控系统可以实时调整，因为弹射时瞬间过载很大，为了防止误操作，飞行员的手是不会放在操作杆上的。另外，垂尾上的编号是350005，说明它是第5架原型机。从外观上看，它比2022年被拍到的3号原型机的技术状态要完善的多。最明显的就是去掉了空速管。紧接着又出现了另外一架歼35，它的编号是350006，6号机。这咱就看出来了，福建号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弹射起飞试验，毕竟很多镜头都不是同一时间拍摄的。难道歼35就处在了试验阶段了？非也。最近央妈更是爆出猛料，真是演都不演了。歼35舰载机正式确认换装国产全新发动机，更重要的是用上了咱家独有的超材料技术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大洋彼岸的后面的 F35不香了。咱家的歼35不仅能稳稳上舰，还极有可能迈入超音速巡航的行列。要知道，歼35成功上舰的消息才喜结热榜不久，如今央视又爆出更炸的细节，这背后传递的信号远不止换了一台发动机这么简单。家里经常买飞机的你就知道，歼35最早的原型机是 FC31， 用的是涡扇13，不光推力不足，推重比低，最大起飞重量还只有25吨。很多人甚至怀疑它能不能真正上舰，而这一次直接实锤了，新型号已经能把最大起飞重量提升到将近30吨。这个数字有多夸张？要知道歼 15T 这种双发大推舰载机也才33吨。我说白了，歼35作为一款隐身重推双发战斗机，已经无限接近传统重型舰载机的性能边界。这背后的关键就是所谓的新中推双发发动机。虽然咱央妈没点明型号，但结合公开信息和各位机主多年的分析，可以基本确定它就是传说中的涡扇19。它的性能目标是什么？大众一点的说法就是它单台最大推力 2.6万磅左右，推重比接近10，这个数据要比后面的 F404 发动机的 8.0 高出整整1个段位。推重比接近10意味着什么？说人话就是它可以让歼35实现超音速巡航，不需要开加力就能突破音速。这一点过去就只有 F22 能做到，而 F35 至今都达不到，真可谓是遥遥领先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歼35真能稳定实现这一能力，那么它的机动性和制空作战能力将全面拉平，甚至部分超越 F35。这操作的背后与一个关键词脱不了干系，那就是超材料。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科幻，但其实它对应的是中国航发在涡轮叶片上的最新突破，叫自冷却涡轮叶片技术。传统涡扇发动机的极限就卡在高温不见的耐热性上，涡轮叶片要承受上千摄氏度的燃气洗礼。中国团队通过特殊合金和中空冷却设计，让叶片表面形成微气膜，能让工作温度提升15%，听起来也没提升多少是吧？格局打开，它意味着发动机的寿命更长，推力更大，可靠性更强，真正意义上摆脱了推力弱不耐用的老毛病。事实上，这个突破相当为中国中推领域摘掉了一副存在了几十年的镣铐。那歼35都几乎全面碾压 F35了，咱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？这一点还是要理性看待， F35的优势依然明显。
比如人家有成熟的体系化作战经验、深厚且庞大的实战数据积累以及完善的配套武器。但歼35的意义在于，咱家终于在舰载隐身战机领域扎根了。咱不仅造出来了，还装上了完全自主的发动机，这是一次质的飞跃。在不久的将来，当歼35与福建舰以及空警600搭配形成体系，中国航母战斗群的战力将进入全新水平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咱家的技术路径和老美可不一样，人家是以单发隐身战机为核心，咱们就是选择双发这种更加稳妥的方案。这意味着未来在远海作战和续航上，中国或许更有优势。所以央视的这次官宣，真正目的是告诉咱们，咱家的中推技术已经实现自主可控，并且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全球领先。鸦雀无声遮暗夜，电光火石现獠牙。歼35的真正价值，不只是一个机型的成熟，而是为未来舰载机、无人机甚至6代机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石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们真的会看到属于咱们中国的舰载机群在大洋深处与 F-35正面对峙。